大家好，今天这集影片要来吃享食天堂咯。身为享宾集团历史最悠久的吃到饱餐厅，在2026年也要涨价啦，全部的时段小涨30元。我们趁着2025年的最后一天来享用平日晚餐。享食天堂主打多国料理吃到饱，号称是最有 CP 值的吃到饱餐厅，还有各种现点现做的餐点。究竟还能不能在新的一年持续保有国民 buffet 的头衔呢？今天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看下去吧。喜欢我们的影片，按个赞，订阅一下频道，谢谢啦。享食天堂其实在双北已经开了有4家分店，不过我还是蛮习惯来金站这一家吃的，因为它的交通真的很方便，靠近台北车站捷运站。我在这边排报到，大 Q 先生在排，准备入场，准备进场咯，带大家来看一下菜色吧。先来去拍一下生鱼片的区域，和风生牛肉、柚香薄切鲷鱼、炙烧旗鱼、果醋青鱼、黄金鱼、鲑鱼、尾鱼跟旗鱼、小记红白块、各式手卷寿司、炙烧鲑鱼握寿司、明太子花枝握寿司跟昆布盐牛肉握寿司、松盐旗鱼握寿司、尾鱼握寿司跟鲑鱼握寿司、青鱼握寿司、虾握寿司跟盐虾紫苏握寿司、烤香鱼、火烤甜白虾、山药素烧跟烤玉米笋、鲑鱼鳍鲑鱼脯、奶油杏鲍菇、烤鱼下巴、咸猪肉、和风照烧鸡腿、天妇罗、柳叶鱼唐扬、炸虾天妇罗、炸鸡，后面是有巨无霸洋葱圈、炸牛蒡、黄金海鲜起司球、柴鱼高汤、茶碗蒸、和风银杏土瓶蒸，可以夹牛肉自己来烫牛肉汤，还有另外一种是鱼片汤，这边也有鱼片、港点马蹄条、奶黄流沙芝麻球、虎皮鲜虾卷、香酥芋泥丸、奶油玉米酥皮浓汤，各式港点，德国猪脚跟炉烤现切牛排，有薯泥、奶油玉米，还有茄汁炖扁豆、大口享乐谷、鲑鱼功夫炒饭、红酒炖牛肉、呼啦姨炒苋菜、海鲜巧达浓汤、罗宋汤、养生百菇鸡汤、山药蛤蜊排骨汤、虾仁豆腐羹、传家卤味，各种卤味、盐焗鸡、红油牛肚片、功夫炖鸭粥。鸭粥可以搭配旁边的配料，炖鸭汤米粉、烤鸭卷饼、冷盘海鲜海瓜子、现烫甜白虾、蒜辣小鲜包、花枝凤螺、纽西兰淡菜，有小螃蟹、小章鱼直煮、现切软丝、汉好鸡胸肉、汉好佛手瓜、汉好猪五花。现煮的砂锅区有澎湃海鲜粥跟蛤蜊清汤、麻辣四季鲜油、金沙酥香蟹、蟹黄豆腐煲、干煸麻香鸡翅、冬季新菜梅汁酱烧排骨、塔香炒蛤蜊、起司泡菜海鲜煎饼、铁板牛柳、铁板紫色鲜酥、香煎萝卜糕、现点的意大利面，现点现做的枫糖苹果烤猪肋排、西班牙烘蛋、
冬季限定的地中海白酒烩海鲜，期间限定的起司肉酱笔管面，枫糖苹果肉桂披萨，玛格丽特披萨，焗烤佛卡夏，总是大排长龙的现煎天使红虾，小朋友餐车，焦糖米花布丁， QQ 天使蛋，波波稻荷船，鲜虾沙拉寿司，有吉拿棒跟薯条，还有迷你汉堡好可爱哦。甜点的部分有芋泥奶酪杯、凤梨百香塔、桑葚慕斯蛋糕、经典生巧克力、鲜奶油波士顿派、可可蜜橘杯子蛋糕、经典起司乳酪蛋糕、斑斓椰香卷，这是从果然会那边来的吗？柠檬棉花糖蛋糕、蜂蜜蛋糕、芒果慕斯蛋糕、迷迭香苹果冻、人形烧有爆浆奶黄跟珍珠奶茶口味，现点的有栗子提拉米苏、香草焦糖烤布雷跟焦糖甜橙，各种果汁、饮料跟水果，享冰集团的冰淇淋也有哈根达斯4种口味，咖啡机、茶包，这边还有各种甜点装在可爱的小柜子里面，皇家伯爵茶酥饼、可可杏仁酥饼、柠檬蔓越莓酥饼、森林莓果派、可可果香9字棒蛋糕，还蛮多好料，荔枝玫瑰面包、维也纳冰心软发、黑盐可可豆面包、巧克力喷泉、巧克力熔岩蛋糕跟腐式蛋挞，有红白酒，也有调酒，春叶鸡尾酒、春之东京鸡尾酒，一样是晃晃白皮金色山脉的5颜6色的沙拉区，冬季限定南洋海鲜沙拉、手做乳酪鸡肉坚果沙拉、凯撒沙拉、水果优格沙拉。我介绍完啦，超多菜色的，不仅有原本的经典菜色，还多了许多冬季新菜。那我们就准备开吃咯。那我就先来排这个好了，现点现煎的天使红虾。顺便来拿点铁板牛柳吧。我们来拍摄的时间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今天是12月31号，所以还是可以用到平日的优惠，也是没有涨价钱的最后一天。那我就先来吃这个一开始就很热门很抢手的这个天使红虾跟铁板牛柳吧。还蛮幸运的，刚刚在拍第一轮的时候已经被拿光光了。拿天使红虾的时候，刚好它在现煎，说是刚煎好的哟。好香哦，有点咬劲，不过还蛮好吃的。来吃天使红虾，满满的海味，难怪这个一开始就是热门的排队品项。它的个头不大，可是鲜味真的十足，胡椒椒盐的方式去炒的，还蛮重口味的，真的蛮好吃的哦。烤鱼下巴也是算是这家店的经典料理之一，烤的香香酥酥的，可是里面的肉还是嫩嫩的。烤下巴真的也很好吃耶，它本来的口味还蛮刚好的，不会太咸，所以如果想要提味，可以撒一点那个柠檬汁，我觉得应该就很 OK 了。这个上次来好像没有看过，叫做火烤甜白虾，它这样串成一只一只的去烤，看起来还蛮美味的，我来吃看看。烤的还蛮刚好，突脆突脆的，不过外面撒一层盐，所以会偏咸一点点。冬季限定的菜色是地中海白酒烩海鲜跟西班牙烘蛋，来吃吃看口味怎么样。地中海白酒烩海鲜里面的海鲜还蛮丰富的，有蛋菜啊，有蛤蜊啊，也有虾子。我先来吃蛤蜊看看。吃得到那个淡淡的酒香，还不错，蛮刚好的，不咸耶。海鲜品质还蛮不错的，它的调味我喜欢，是有一点甜甜咸咸的，有一点酒香，还蛮好吃的。西班牙烘蛋
看起来也蛮清爽的，不会很油的感觉。然后里面有节瓜，有番茄，我来吃看看。蛋的口感是蛮厚实的，也蛮好吃的。吃2道猪肉料理，一个是枫糖苹果烤猪肋排，还有现切的德国猪脚。先来吃猪肋排看看，猪肋排的肉量还蛮多的耶，很香，而且它烤得很干爽，不会油腻腻的，也不会很多酱汁，就是很清爽的猪肋排，我喜欢。德国猪脚切下去的时候感觉蛮 Q 弹的，还不错，不会很硬的感觉，我来吃看看。好吃耶，它的肉是 Q 弹的，烤得很刚好，而且它的肉质啊就是肥瘦很刚好，吃起来蛮赞的。现煮蛤蜊汤，它的蛤蜊个头还蛮大的，而且肉都还蛮饱满的耶。汤也不会太咸，很清香好喝。蛤蜊超级鲜甜的，咬下去会爆汁耶。蟹黄豆腐煲，它豆腐有点像是老皮嫩肉的那种豆腐，还蛮嫩蛮好吃的。然后蟹黄味道香香的，不会很咸。螃蟹料理叫做金沙酥香蟹，小螃蟹，然后用金沙酱去炒。好像刚好拿到刚出炉的热热烫烫的，还蛮好吃的。炭烤鸡胸肉，其实不太喜欢吃鸡胸，可是它烤的真的还蛮漂亮的，来吃看看。它烤的还不错吃，不会太老，也不会太干，就是有 Q， 可是外面又有酥酥焦焦的，蛮好吃的。再来喝个和风银杏抚平蒸。汤头是满满的柴鱼香味，还蛮好喝的。虎皮鲜虾卷，把它切开来看，里面满满的虾肉，好料满满哦。而且切的时候外面这个皮啊，咔哧咔哧的超脆的，很好吃。它很原味，就是满满的虾肉香，味道也不会很重，口味也不咸，很好吃哦。火烤甜白虾，马上又再去拿了一次，因为刚好经过的时候它现烤出炉，很好吃，烤得很脆。炸虾天妇罗还是烫的，好好吃哦。可能因为生意很好，所以一直补货，吃到是现炸出来的。沾一点天妇罗酱汁吃看看。柳叶鱼唐扬，满满的蛋，好好吃哦。咸猪肉，我刚刚撒了一点柠檬，好吃，沾柠檬也非常对味。终于轮到生鱼片啦！先吃第一个非常特别的，叫做小记红白块，从来没有吃过，来吃看看。我觉得口感偏紧实，比较没有什么油香，还是比较懂吃鲑鱼。鲑鱼的口感跟油脂啊，比较符合一般人的口味。炸鸡建议的调味也是撒柠檬。还蛮厉害的，炸的 QQ 嫩嫩的，好吃。所以我觉得出去拿餐的时候运气也是蛮重要，因为像这个香鱼也是一出就会被大家拿完。我刚刚去的时候刚好它就在补，所以就成功拿到2只啦。刚出炉的还在冒烟呢，我刚刚也是撒一点柠檬调味。现烤出炉就是很好吃，而且不会咸，很好。冷盘海鲜也蛮精彩的耶。尤其是它的这个五味酱，我觉得看起来就很好吃，浓浓的感觉。我先来沾这个现切软丝吃吃看，它的五味酱真的很好吃，甜甜的，很开胃。小鱿鱼吃看看，很新鲜哎。白虾来沾这个五味酱。白虾的品质稳定发挥，不过沾上五味酱就是很美味。冬季新菜南瓜海鲜沙拉，可是好像都只加挖到南瓜而已。不过它的调味蛮好吃的，浓浓的胡麻酱，还有这个现点现包的鸭肉卷饼，也是他们家的一大招牌哦。蛮香的，而且鸭肉包的不少哎。刚刚又发现新东西，烤下巴旁边其实还有鲑鱼骨，它的肉看起来蛮多的，我拿2块来吃看看。好吃，而且也不会很咸，不错。
白酒搭海鲜，好喝。我点2种手卷，虾软跟鲑鱼软。他给的蛮大方的，鱼软都给很多，虾软也给很多，还很多好菜耶，真的是吃不完，不怕你吃。冬季限定的新菜，梅汁酱烧排骨，酸酸甜甜的，可是我觉得口味稍显油腻，好像肉比较偏肥一点点。有点像炸馒头，蛮有趣的，它叫做香酥芋泥丸子，切开来里面会有芋泥馅。哦，有点像炸银丝卷的口感，这还不错，蛮好吃的。来一点清爽的沙拉，来吃个枫糖苹果肉桂披萨，感觉也是现做出来，还热热乎乎的，好吃。我刚刚看很多人在点意大利面来吃，想说看它的那个样品没有很大份，结果实际上还蛮大份的耶。天使细面、青酱海鲜意大利面，闻起来很香，感觉那个味道很浓郁，面感觉煮得蛮软的。我很喜欢天使细面的口感，它比较接近我们中式的面条，不会有传统意大利面那种很硬不太好消化的感觉，非常合我的胃口，好好吃哦。藏在天使红虾旁边，到最后面才被我们发现的是焗烤生蚝，可是它一盘焗烤好像只有1个生蚝在里面而已，蛮香的。它那个焗烤确实味好浓哦。冬季新品栗子提拉米苏，上面好像有浓浓的一层慕斯，下面的提拉米苏蛋糕小小一块，我来吃看看。吃起来不是很像提拉米苏传统的味道，这道我觉得普通而已。另外一个也是冬季新品，肉桂焦糖苹果巴斯克蛋糕，满满的肉桂味，巴斯克的乳酪味很浓，然后上面的肉桂苹果泥很香，这道蛮成功，蛮好吃的。2种慕斯蛋糕，这个是芒果慕斯蛋糕，切下去感觉 QQ 嫩嫩。香脆慕斯蛋糕也很浓，真材实料，都很好吃。其实它甜点蛋糕区还蛮精彩的，蛮多东西的，也有藏在小柜子里面的这个可可果香劲字棒蛋糕，看起来蛮好吃的。除了巧克力味、可可味非常浓之外，好像还有那个水果的果粒的感觉，咔吱咔吱的，口感是扎实的，真的很好吃哎。凤梨百香塔。上面是百香果的那个果泥，中间夹一块凤梨，还蛮好吃的，蛮特别的。焦糖甜橙，焦糖蛮甜的，柳橙也有一点微甜，综合起来味道还蛮刚好。春之东京鸡尾酒，有点葡萄果汁的口味，酒味不会很浓，搭配甜点也还不错。大家，我们今天吃的差不多了，今天吃的超饱的。晚餐平日时段可以从5点半吃到9点，可以吃3.5个小时，时间非常的充裕。相较于我们上次来吃下午茶只有2个小时来说呢，晚餐真的是可以慢慢的吃。不过生意也都很好，热门的菜色也都是很容易被扫光。2026年呢，虽然享食天堂全部都涨价，可是所有的餐期都只有小涨30元，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晚餐时段还是1000出头就吃得到，相较于想想啊续集它一次涨100元，我觉得还是 CP 值蛮高的，因为它的食材真的还蛮丰富，蛮多种，绝对不可能一次来就把所有东西都吃完。像我们今天即使是这样吃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菜色，还是很多东西今天完全没有吃到，所以我觉得还是不愧于它这个国民buffet的这个美誉，算有 CP 值的价格，提供你各种美食吃到饱，什么菜色都有，而且用餐时间也蛮长的。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帮我按个赞，订阅一下频道，我们就下一期影片再见，不要忘记在下面给我留言鼓励咯，拜拜。